实在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走下去。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刘，22岁，来自黑龙江待业；女嘉宾小刘，22岁，来自黑龙江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这小片里面有一句话我挺想问问的哈，就是你为了他怎么到什么意思？我爸从家有生意，然后当时我们俩是异地恋嘛，去唐山去找他，因为他当时也是个学生嘛，还是没听懂。就是我当时还在上学啊，然后他那时候就到唐山陪我，为了让我俩不在异地了嘛，怕我俩感情不好。哦，那你们俩现在在哪儿啊？我俩现在在唐山生活。那现在花的谁的钱呀？一开始从家出来的时候是我爸给的我钱啊，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嘛。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来呢？就是他前段时间我发现他管别人借钱，就借了很多钱。那时候他没告诉我，他骗我，我都不知道。主持人，你想想，我从家里来带钱，然后我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我没有钱，那我怎么办？那我只能先管朋友借用一下，我又不是不还。他借东西给自己买衣服买鞋，等于他借钱高消费是这意思吧？对，关键是他当时还跟他朋友说说是给我买礼物了，导致他朋友现在怎么看我呢？就觉得他借钱全都是为了我。哎，你老爸为啥不给你钱了？因为我爸想让我留在本地嘛。那你为啥到了唐山不自己找个工作呢？我找了。他天天打游戏，特别喜欢玩游戏，老是跟我说他想当什么游戏主播。你以为谁都能当主播？他就老是看那些大主播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也能这样。但是人大主播不都好几年积累起来了吗？他每件事都像这样，一棒子打死。哎呀，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扯出这么多事儿来啊！今天到底为什么来？我还有点懵呢。就是因为他一直骗我，什么事儿都说大话，然后老是忽悠人啊。那你不忽悠，你能跟我处对象啊？说忽悠你些什么呢？就当时嘛，快要过节了，然后他给我买了只狗，我之前确实特别喜欢，但是那时候他毕竟借钱了嘛，我们俩当时没有能力还了，他还是要去买这只狗，导致我们俩当时没有钱去养这只狗嘛，那只小狗那时候生病了，死掉了。哎，你为啥呢？那没钱了吗？那不是，当时他就因为这个事儿说我想一出是一出，当时确实没有钱了，马上过节了嘛，我俩那天逛街正好碰到这个小狗，那我就给买了吧，当做一个节日礼物，觉得很正常，我觉得。结果我买回来呢，他其实养不了，那没办法，那我只能送到租房的地儿养了，完全就是全心照顾小狗。我也没想到它能有病啊，都没有钱，那我只能坐车送回家给我爸养，让他治了。那可是呢，后来狗也死了，就是还是治了是吧？对，肯定当时都抱着，天天每天抱着睡觉。看看，为了这个回家又找爹了，爹还真给了钱。但是狗还是没救回来，是这意思吧？对。关键是当时没钱，他还找工作，他是就干了1个月就不干了，又没告诉我，又天天在家打游戏。我上来游戏的时候才发现。那我不也干了吗？我又不是没干。就1个月，让人劝退了，还不是自己辞职的。那没关系，再找嘛，努力工作嘛。那时候是他爸给他找的工作，给他找了一个楼盘实习店长。关键是他当时跟人家说自己有销售经验，说自己已经就是卖楼卖过很多了，结果最后没成。你咋他说一句你就接他一句底呢？你能给他留点？不是，他就总这样，他总说我，天天在家就说我，真的没别的事儿，就说我。还干过什么荒唐事儿啊？放假了嘛，我们回家，然后那时候我奶奶有病了，然后他就想回家跟我看我奶。当时也是第一次见我父母，老人刚做完手术嘛，要休息，那个病房就特别吵。我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嘛，他就听见了，说要换病房，说他爸认识什么那儿院长。然后到最后也没成，我妈天天就觉得他特别幼稚。当时呢，我也是出一片好心，这个院长确实我爸也认识，那我不也想换一个吗？不仅瞒着你借钱，做事不靠谱，在你父母面前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形象，是吧？对，关键是他借钱，他还说什么自己以后肯定能还上，什么那种话，确实上哪儿还去啊？那这个他当时都不工作，上哪儿还？那现在我爸爸生气，那他现在不给我钱，那以后过了这一阵他好了，肯定会给我钱的，就吃定你爹了。那也还有别的让你不开心的吗，姑娘？他现在他爸妈也不支持我们嘛，他朋友我朋友都觉得都对他有偏见。你朋友为什么对他有偏见呢？就是我闺蜜那时候要结婚了，商量买房子，那时候我们4个坐在一起吃饭嘛，正好就说到这件事儿了。他那时候有一个小一点的房子，还有一个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对他俩来说嘛，刚毕业嘛，毕竟对他俩来说那个还款压力就小一点。大一点呢，就
就是压力大了一点。他当时就说的特别好，结婚就应该买大的房子，要不过2年再换什么特别不好，就要给人家找他爸爸认识那个楼盘那个开发商，那到最后没办成，关键是又没办成。那我已经找我爸爸了。我问问啊，资料上面说你们俩都是黑龙江的对吧？对。你现在在唐山读书，对，马上毕业了。你就为他来的是吧？对。那你毕业以后回哪儿啊？我还没想好呢。是不是回老家呀？应该不会回家。他都不想跟我搁一块儿，他还回家干啥？人家要跟你分手是吧？对，所以说他不想回来，他要跟我和好，他乐不得回家啊。那你跟他分手的最核心理由是什么呀？就是觉得他老骗我，你怎么骗你啊？就说大话吹牛吗？他还不关心我，就是我俩老是因为这个游戏吵来吵去，就为游戏吵啥呀？就是当时我被车就是在鹤岗被车撞了一下，就在我老家的时候。鹤岗。虽然说没多大事儿吧，但是我当时给他打电话，毕竟我那时候那个男的他一直冲着骂我，我特别害怕嘛。当时我给他打电话，结果他跟我说他在打游戏，最后我都把警察来了，事儿解决完了他才到。所以姑娘的朋友觉得他不靠谱，是吧？对。姑娘的家人觉得他不靠谱。就这么年轻老喜欢说大话，对吧？现在姑娘也觉得他很不靠谱，对吧？那你们这个恋爱期间你觉得他对你好吗？刚开始就还好吧。现在呢？现在我感觉不是很关心我。为什么你跟他分了又不回家呢？我不想在本地就是待着，我想在。那你要假设啊，我们假设说这个男人成长了，你愿意跟他一起回本地吗？可以考虑。可以考虑。你爸就希望你待在他身边吧？对。但是现在为了他嘛，也来到。你别老是为了他啊！那你自己干什么？你自己喜欢什么呀？我自己想当一个游戏主播。那你开始播了吗？没播。主持人他就天天看那些游戏主播，天天跟我说他要播游戏怎么样，也没有时间。对，那些主播不也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什么的，也不是一步登天的嘛？这干嘛不播呢？又喜欢。他认为这一个行业一点都不靠谱，就觉得一天有吃的，第二天就没吃的。那你对未来的人生是怎么打算的呢？如果要是游戏主播这行能干长的话，我就会选择游戏主播这行，因为我确实也不。你都没干，你怎么知道长短啊？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这个如果这条路如果不行呢？这个不行，那我就去找一个稳定的一点工作，接你爸的班呗。那也没招了。他什么事都喜欢说，他都不去做。每件事都是说。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嘛，欠钱对吧？没事儿，家里有，老爸会还，对吧？张嘴说那些事儿，是因为他跟他爸现在关系不好。他要跟他爸关系好的话，不都摆平了吗？也就是说，这个男人其实对他来说，借的钱举债不是问题。我不希望他靠他爸爸。听我说呀，他举债不是问题，他吹的那些牛，只要他跟他爸关系好，也不是问题，他都能实现了。你还要他吗？不是，我希望他不要是老是想着靠他爸爸，主要也是他有什么事儿都是先想找关系什么。我希望他靠自己。那他显然在你对他的观察里，他达不到这个条件，对吧？我希望他能做到。他达不到，你走吗？那肯定不能在一起了。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我感觉我说他没有用，我希望老师们能调节一下。那你希望他是什么样？我希望他能毕业靠自己先找一份工作，先稳定下来，就不需要多少钱，起码就是先找一份。不需要多少钱怎么活呀，姑娘？先找一份长久的工作嘛，不是要很多。行，我听听你毕业之后的打算好吗？我们毕业打算去做一个就是文员什么助理之类的，我没有什么太长久的梦想。其实对你来说，未来人生前路也挺迷茫的，对，我就希望先稳定一点。当时是为什么喜欢他呀？他这人特别有意思，特别有趣。怎么有趣？就是他有的时候会逗你开心啊，就是然后那时候刚开始也是特别关心我，每天都在就是跟我聊天啊，或者陪我玩什么。对啊，他要一个有正经工作的人。他一心要去这么年轻要去奔事业的人，哪有那么多时间整天逗你开心呢？孩子，我当时因为我俩在上学嘛，我觉得可以。我说毕竟毕业了嘛，面临这个问题，我希望他现在能做到。所以你也是在唐山读的书是吗？对。等于为了女朋友又留下来了，是这意思吧？对。现在父亲断了你所有的经济来源，对，自己觉得特苦啊。确实有点苦。那你们俩现在靠谁的钱生活呢？
有的时候我俩一起出去做兼职呢，也是挣一点钱啊，也是够我俩现在的啊。行了，这就听明白了。所以今天姑娘来是希望男生改变，对吧？男生来是希望挽留住姑娘，还是什么？不让她跟我分手，我想继续跟她在一起。哦，交给老师们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说2个歇后语吧：打肿脸、充胖、死要面子、活受罪，这都是形容你的。小刘，22岁。事实上来讲，我们都不会要求你有多么丰富的社会经验，有多么丰富的社会关系，处理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刚才我听到的几件事情，无论是帮奶奶找病房，还是帮好朋友买房子，都不是人家要求你做的，全部都是你自己要这个面子，吹牛成性，逢吹必破。你总觉得我要满足我当下的这个虚荣心，但是你有没有想象过，当这件事情最终办不成破败的时候，所有人又会对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你有一个安全感，叫爸爸。狗狗生病了可以找爸爸，所有的事情求人办可以找爸爸，还钱可以找爸爸，工作可以找爸爸。刚才赵晨老师问你，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呢？你没说，但我知道，找爸爸。父亲对于你来说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依靠。说白了，现在大家不都讲妈宝吗？你就是个爸宝。但是当你忤逆父亲的时候呢？当你现在背井离乡的时候呢？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们的人生是由无数个计划之外组成的。所以孩子，这一辈子我们能靠的只有自己。我其实特别想和那些家境优渥的孩子讲一句话，就是父母的钱财乃我的身外之物。你唯有自己成长，自己努力，你才能够有能力立足在这个社会上，保护你喜欢的心爱的女人。送给你4个字，脚踏实地。谢谢你们。好，谢谢左老师。来，于老师。谈恋爱有很多种方式，但是我看到的是你在用钱谈恋爱，而不是用人来谈恋爱。这是让你女朋友感到非常恐慌和缺乏安全感最主要的部分。你爸爸教养你的方式，请允许我这样讲，更多也是用钱来掌控你，而你也是一切的逻辑都是在谈钱，而不是谈情。女方呢，想用你的方式，包括今天爱情保障我们专家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帮助你改变他的现状。一个人的变化真的是太难了，因为人的性格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可能今后这一辈子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能不能接受？不能，今天做个了断，你只有选择的权利，而没有改变的权利。第二，如果你觉得希望和他走下去，那你不要去管，让他去品味生活的艰辛。社会是最好的老师，你只需要静观其变，他好了，那你们就生；他不好，你们就灭。但是你能用几年的时间在等他吗？请你做选择。还有，他没有挣钱的能力，他依赖惯了，他根本没有正确的财富观，财商很低。一个没有财商的人，没钱比有钱更安全，这可能是我的一个预判。所以我给女孩说，你要选择，你呢要反思。老爸也很累，老爸今天可能意识到这样错，但是你是怎么样的，今天都得靠你自己拿决定。好，谢谢于老师。田老师。男生连最疼爱你的父亲都断了你的财路，你想想为什么呀？他也觉得你有点不争气。
我相信你心中也是有梦想，但是实现梦想就必须有自我，必须从点滴做起。拥有爱情也一定要拥有自我。你现在是一个没有自我的状态，女生拿什么去爱你？你脚踏实地去做，水到渠成，不管是父亲的家业，还是你重新去打拼一番自己的天地，别人都不会看不起你。而女生，我想说的也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判断一个人爱不爱你很简单，他爱什么，他肯分享给你。他如果最在意的是钱，他把钱给你了；他如果最在意的是时间，他陪伴你了；他如果是最在意的是面子，他折了自己的面子也想给你面子的话，我觉得他就是爱你的。可能方式不好，但我觉得他对你的心还是有的。而且你爱他，他的轻松幽默，他的搞笑有趣，不正是因为他有一个富足的家庭才能拥有这样的轻松吗？你如果真的喜欢他，你要陪伴他成长，和他一起去树立正确的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不要说你看你就是妈宝爸宝，或者你就靠你的父亲，我不喜欢你这样。所以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够互相帮助啊，能够发现对方的缺点，然后去陪他一起改进，陪他一起去成长。希望你们能够顺利的长大吧。谢谢。好，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当你在一开始上台的时候说他到处借钱，导致到有很多人误会我是那个虚荣的人，你那种内心的委屈让我感觉到你有一种切肤之痛的迫不及待要跟他划清界限。当你有这样的表示的时候，其实我认为你是不太爱他。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真正爱的是什么？即便这个男人有再多的缺点，这个女人一定是爱他的尊严，是帮他维护尊严的。你在他犯错误的时候，朋友指摘的时候，你要跟他划清界限。你当他吹牛皮，这牛皮破了之后，你甚至内心有一种很不好意思，甚至有一点嫌弃他的感觉。但是如果真正一个女生爱一个男生的时候，当他吹牛的时候，他不会戳破。但是当他把这牛一吹，我会立即去告诉我那朋友，他说话是不靠谱的，你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我太了解他了。如果你真的是要他改变，你应该用非常言辞有力的态度告诉他，你不要再这样。我喜欢你的有趣，我喜欢你的单纯，但我不喜欢你就这样就此毁了自己。一个男人经济不独立，人格永远不可能独立。他为什么会吹牛？是因为他觉得来得太容易，不花他的钱。如果他需要成长，就是要彻底把他扒得干干净净，断了他的来路，而你要从精神上断了他的来路。他的父亲是切断他的经济来源，你是切断他喜欢吹牛，喜欢坐享其成的想法，这才叫真正的帮他。所以如果你要是真爱他，就不要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最初的时候跟自己的闺蜜出去的时候带这个男朋友还挺有面子的吧，但如果你要是真爱他，就应该脱离这种享受。我知道年轻人有点虚荣是正常的，因为都年轻，说谁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过虚荣。但是当你在指责别人虚荣目空一切的时候，想想自己。男生，你将来是继承自己父亲的事业也好，还是自己去自食其力也好，你到最终都得靠自己。否则的话，父亲的事业你也继承不了多久。你要真正找到一个爱自己的女人，是她能欣赏你骨子里的一点东西，那你就要意识到你骨子里面有没有那点东西。我告诉你，说句实在话，可能有一点你父亲从来没有跟你说，但我相信你父亲心里肯定有这句话，就是虽然你是他儿子，但同为男人，他看不起你现在的行为。你得让你的父亲看得起你，尊重你，明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我们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在爱情当中的人应该是平等的，不管他有钱没钱，你爱的应该是这个人本身的所有特质，包括他的吹牛，你可以帮他改，供你们参考。男生想做主播，有梦想特别好，去做。我觉得这个时代现在最好的就在于，你想了你去做了，失败了你都不会后悔。
女生爱他，就帮他成长，自己想清楚你的选择是什么，千万不要期望去改造一个什么人，特别是按自己的要求。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以后我每件事都会认真做的。之前说一些大话，没做到的事，以后每一件生活不大事小事，我都会认真，每一件都好好去做。我希望我以后能给你一个崭新的自己，不像在原来那样了。我也想继续跟你在一起，接着以后继续还是咱俩在一起，我不想让你离开我。我肯定会改。最后一班车，过往的镜头早已被推成了黑白灰色。喝知识长知识，保卫爱情靠知识。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君乐宝长知识了，爱的记忆箱，请开箱。那个是女生放的是吧？这包有什么记忆吗？那个包是他在唐山兼职的，他那时候不是不工作了吗？我俩一起兼职嘛。然后他看我看中了，然后我也没买，他自己偷偷去给我买了，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鸭子。也许是他人生自己挣的第一笔钱哈，所以有意义哈。那个牙刷是啥呀？那个是我之前一直在用电动牙刷嘛，因为当时我牙龈是有病的，因为一刷牙就出血，电动牙刷。后来他在网上给我买了一个情侣牙刷，那一个在他那，这个已经快刷烂了，我也没扔，一直在用。我真的不想离开他，我觉得他送我的每一样东西我都是非常珍惜。行吧，谢谢两位哈，请回，谢谢你们啊。来，请关门，我们来看看年轻人的选择吧，请开门。来，我会改，不为自己改吧，不为任何人改变吧。